在台湾片、香港片之后，今天要来挑战一部非常诡异、非常跳痛，但是到结局令人震撼的韩片。OK， 韩片是叫做《收尸人》。 사람 하나만 맡아주시는 건데 저희가 세상 떠나신 분들만 모시다 보니까我觉得你给我的考题越来越难了，压力好大。这里甚至看了他几个电影，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演员，很厉害，很年轻就得到了韩国的一些电影大奖的一个最佳男主角，这样他叫刘亚仁哈。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一个韩剧叫《芝加哥打字机》，哇，他演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作家，好瘦好时尚，然后后来再看到其他一个电影里面，他又演一个混混啊，一些爱打电动的小孩啊，在这个里面，他演一个不讲话的人，对。而且他那个情绪是还蛮强烈的，情绪很强烈，对啊，他就是好像有点懵懵，有没有？对，就说不上来，你到底要说他是聪明还是不聪明这件事情，对，而且在这里面其实角色并不很多，主要的角色就落在这个刘亚仁饰演的这个不会说话的人的身上，还有一个小女孩，但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演员颠覆了我对他的既定印象，就是刘在明。刘在明是谁呢？如果大家有看《梨泰院》的话，里面的大 boss 就是他。对，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角色开始说好了。看到这个大哥的角色，会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什么事？你在里面你会听到他一直要刘亚仁去听祈祷。然后碎碎念吗？不是，他不是有录一个对，他听，然后说有一种就是有听有保佑，或者说你一定要去听，对你好，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在片中，刘亚仁真的去听了那个东西，他里面就讲什么啊，你要做善事，或者说你心存善念，你的苦痛就会结束，然后你的残障就会站起来，诸如此类这种内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他就是一个传教的人。对，或者是他绝对是一个迷信的人或传教的人，所以我就会开始就是把一些就是比较容易跟神秘学或者是宗教领域有关系的，当然是水象星座3个先挑出来嘛，哈，那但是又会到跟宗教比较直接关系的话，其实这时候我又会跳出射手座。射手座跟宗教有一点关系，其实也不是说宗教，而是说他会有一个他自己的迷信。不是迷信，迷信的话，我觉得水象星座比较容易有，因为他本身感知比较敏锐，所以当人家说到这个时候，他那个相信的力量会比其他的类型的星座更强。但是因为射手座，他本身他掌管的9宫，对，其实也就是掌管宗教这件事情或法律。或教条或哲学这件事，其实somehow我们如果扣掉宗教里面的戒律来说，其实宗教它很宝贵的它的精神价值，然后以及当代社会上面一些规范，所以包括你要不要去祈祷，那你祈祷这件事就是一个祈求原谅或者是说得到一些救赎的一个方式。是射手的原型，它就是会让你去教导你要去follow 一些社会规则。其实射手我们一开始都只看到他很乐天啊，很哈哈哈嘻嘻哈哈大啦啦，然后很粗心大意，然后到处玩的那个形象。可是其实射手你不要看他这样子，他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inside 的一些涵养，他会对一些事情他会看得比较远，他不会跟你介意就是前面的这些枝枝节节的事情，所以他往往容易得罪人啊。但是他得罪人，你不会像天蝎得罪你之后你会很痛，而且记很久。射手得罪你，你可能当下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啊？可是后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跟其他星座得罪你比起来，射手得罪你，可能你在认识他大概第1年或半年，你就可能该得罪的都得罪完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就会理解他是这样的人。所以那当然就是回过头来，就是除了我们看到的嘻嘻哈哈这一面射手以外，其实他也会有所谓的导师，因为他看的东西是远的嘛，他看得很远，他跟双子不一样，他不是只看八卦，射手他看的是有更多的是这件事情背后它蕴含了什么意义。
那其实宗教它里面或者是法律背后，其实它都会有某种程度上面的意义跟哲理，还有规则。对，所以你会看到说，哦，不管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他一直在要他去听祷告这件事情。所以一开始我会想说，他可能是某个迷信的星座，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他其实他真的就是会把那个是落实，而且去真的是为了那个他们要收尸的那个人，对对对，好，他真的是埋完之后处理完之后还会帮他祷告这件事情。你会看到说他不是出自于害怕，他也不是出自于迷信，而是出自于就是希望这个人好。大家会认为说宗教就是会跟双鱼也会很有关系，可是它跟双鱼的差别是在于说，双鱼它要的是那个宗教里面的那个本质。那可是射手的话，它除了那个本质之外，它会有外面的这个框架，可能说以前我们圣经可能是讲说不能吃海鲜呐，然后一定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可是那个是当时的，那宗教这件事情是会与时渐进的。所以你会看到宗教教条一直改变嘛，要不然现在女生也不能投票，女生也不能做很多事情。真的。那可是双鱼它管的是宗教里面那个爱的核心，那个慈悲的核心，那个是超越时间的。OK， 对，所以你会看到说那个大哥他一直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个传教传递，那我觉得很射手啦。조금만 오케이 스톱 됐어. 刘亚仁的这个角色叫做泰人，他好像是单纯了一点点，他又在里面蕴含了，我觉得有很多的线索，你知道吗？我也是在想，因为其实他一开始你看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他是蛮不以为然，或者觉得说啊，怎么看到人正在被处理的时候，他的那个总是会皱个眉头，或者是说他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想法。然后再者就是你看他甚至是一开始那个社长还是什么的，换那个社长被吊起来，然后被处理完之后，他是会去拿他的衣服。还最后还来之后还就换你，最后踢他一脚，赏他一巴掌还是什么的，对，就会有这个小动作。他跟小女孩的互动，我会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对，那以及最后，小女孩跟她的最后的ending 是怎么回事？非常厉害哈。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我同时看到了几个星座的特质啦。一开始你会看到，他会去碰客户的东西，不管是打火机啦、西装啦、裤子啊，或者是鞋子啊 ，anyway 等等。其实这个会让我跟双子座比较多的连接，因为双子座的守护神就是 Mercury， 就是爱马仕或者是赫米斯 ，anyway 翻译名词，他就是一个商业之神、旅行之神，也是小偷之神啊。对，所以其实他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小动作、小心机，然后他会去东摸摸、东看看、西看看，然后想要去摸摸看这个用起来怎么样。对，那他不见得有恶意，但是他会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一个星座特质。但因为后面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又是一个，就是你就感觉他憨厚的，所以我就觉得，然后跟双子好像又有点比较没有那么像。然后结果你看到他回到他居住的地方的时候，就是一团乱。你会发现他对于他的居家打理好像不是那么的在行，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也是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就是星座的影子这样子。是哪个？我觉得巨蟹吧，巨蟹或金牛这两个星座。然后之后你再看他会去很在意那一套西装，对，很在意那套西装的时候，又会让我觉得说，其实他对一个社会符码或是会形象又会有一定的要求，可是因为他跟人的互动其实没有那么流畅的，他除了他不会说话以外，其他的表现方式是比较不会在意我跟你要你好我好，或者是说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会比较跟摩羯或狮子会做连接。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就是最后他跟小女孩的互动，然后还有他去抢劫这个婴儿车娃娃车对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会觉得也都是这个反而也都比较像巨蟹所以目前这样看起来巨蟹是2票，但是因为其实他这个角色他有很多的面向性，对，所以我虽然说我会觉得他还是比较像巨蟹，但是其他的星座的可能也是，我觉得也不无可能。综合起来，
泰人这个角色更偏哪个星座多一点点？我觉得我可能考量了这么多之后，其实我综合判断，我觉得可能巨蟹座还是比较有可能。对，巨蟹座。最后一个我们要讲里面一个，我觉得哇，这个角色真的是太厉害了，也就是这个小女孩演的草汐这个角色。其实这个小女孩，我觉得相较于刚才刘亚仁这个男主角，那就是天才与白痴啊。对，但以及就是剧中其他的角色来说，我觉得小女孩她的星座特质反而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一开始你会发现这个小女孩不笨，对，那不笨，那原则上我就会先往不笨的星座，什么双子。得罪我所谓的不笨的意思，不是说她的 IQ 很低，而是说她会很会的去表达自己的心智跟想法。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人笨不笨，不是说他的 IQ 低不低，而是他有没有办法很好的表现出来。所以你看，有时候如果说例如说我们在讲金牛，你觉得他笨吗？他只是憨直，但其实他是不笨哦。就是其实我们对笨这个定义好像有点狭隘化。对。那我是想说，他对于整个沟通或表达自己想法非常灵活的一些星座的话，好，我们不要讲笨，我们讲表达灵活好了。那可能会从双子、宝瓶，然后天秤、处女这些星座，那可能当然其他火象、风象星座，他们在表达这方面一定都是他们的强项。对，那但是我们现在要讲说，从小女孩的个性来说，我觉得火象跟风象星座来说比较像。那其中又以风象星座见长，为什么呢？因为风象星座它本身就是一个沟通是它的强项，逻辑理智，所以你看到小女孩一开始出现她就很会说话。对，而且他说话的方式是有条理的，对，他会去问你一些事情，对，然后甚至他看到了雅人的妹妹之后，他是有脑的，对，他会去沟通的，对，他是用沟通的，他不像火象星座是用行动派的，对，他先沟通，那时候你又会想说，他是要试探什么嘛？可是那个沟通又不会像去天蝎座那样是去试探的，他还有他的别有用心，不会让你觉得是那么的负面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说更臣服的能量。他一开始就是告诉你说你会不会什么，我可以教你。教你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我发现的关键，因为在风象星座里面，宝瓶、双子、天秤，然后还有我们土象星座处女里面也会有。那为什么？因为处女是跟双子一样是水星掌管的星座，他们都善于讲话沟通。那但是如果说要教导这方面的话，可能处女就会有渐长了。所以其实基本上你会看他帮助雅人他们家打理家里，对，其实这是处女座很会做的事，你不觉得吗？对，对啊，对。那虽然它是个土象星座，但是它是水星掌管的，水星掌管的一个土象星座，所以他把很多生活打理得很好。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他好风象星座，可后来不对，就是他变成了好多的，就是教学老师的身份。那老师的身份，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射手座也是一个老师，对不对？可是处女座老师跟射手座老师差在哪里？射手座的老师他会告诉你一大堆的人生大道理，所以像那个大哥一样，你要祈祷你才会有好报，你的人生才会改变。可处女老师是干什么？我就教你一些生活上面你会碰到的事情，而且你就要把它做好，教实用的。对，因为处女关心的也是实用的这件事情。所以你会觉得说，他的这个处女性格好像很强烈，要不然一开始我真的觉得他风象星座的能量好强哦。对，后来你就会发现说，他原来是他里面水星的能量。所以我一开始也以为他可能是双子嘛，所以后来慢慢的我是从风象星座世界又被拉回来，想说，如果就整个这样子来看，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处女的小孩，处女的小孩很聪明。而且他会善于去跟人家沟通，然后分析目前的状况怎么样。我现在可以逃吗？我现在不能逃，对，所以我现在只能干嘛？所以处女座也是一个很会分析的，这就是处女的强项啊！这就是处女的强项。因为虽然都是水星掌管，双子它的能量是收集资料，可是双子不见得有像处女那样的分析能力。处女她非常强的就是她的分析、统计跟判断的这个部分，她会把这些东西收集来的这些双子收集来这些八卦，
有的没有的资料去分类，看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哪些是可以用的，然后并且把它落实。老实说，我觉得刘亚仁他也是一个很古灵精怪的一个演员，在剧中角色他是不讲话的，他是真的是哑巴吗？如果我们单纯就他的题材来说的话，依然我们会是跟处女跟天蝎有连接，但是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特质跟星座能量也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宝瓶座，也就是水瓶座。其实这是一个综合这3个星座能量的一个电影。我为什么会讲水瓶座这件事情？除了是他的人设还有人物关系本身是荒谬的，或者是说比较怪异的、特殊的以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个电影里面有非常多，要么就是跛脚，要么就是不会说话，要么就是智商有问题，残疾，要不然对，就是残疾，或者是说他的智力或表达或思考是让你觉得怪异，或者是当下第一时刻想不透的。其实这个都是宝瓶座、水瓶座在掌管的，因为很多人我们讲水瓶座是外星人嘛，对。可是水瓶座它是天王星掌管的星座，天王星它其实是一个被阉割的神，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无体。也不是五体不满足，是说身体有缺陷的一个神的星座，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关于手术啊、畸形、怪胎、残缺这方面，其实都是由天王星或是宝瓶座领域去掌管的东西。所以就是说，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处女跟天蝎以外，其实也包含蛮大量的就是宝瓶座的能量在这部电影里。对，大家觉得呢？유괴범이 뭔데? 下次我们还要再聊什么电影呢？我一定要再出更难的考题给洛许。好哦，拜拜，拜拜。